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大陆女公务员和台湾小吃摊老板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偶像剧啊！故事的女主角叫林婉婷，是江苏苏州人，今年30岁，在当地一个区级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条件也好，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婉婷长相清秀，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是很多人眼中的金龟婿首选对象。你们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到30岁还没嫁人呢？哎呀，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通病啊！事业心太强，再加上眼光高，一直没遇到让他心动的人。婉婷的父母急得不行，各种相亲饭局安排了一大堆，可婉婷就是看不上。去年夏天，婉婷跟着旅行团去台湾旅游。说实话，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80、90年代的电视剧里，觉得台湾就是又穷又落后。我们丽姐可得说一句公道话，台湾经济其实挺发达的，特别是在科技、医疗、服务业这些方面，有些地方甚至比大陆一些地区还要先进呢。婉婷到台湾的第3天，团队到了高雄夜市。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夜市可是远近闻名，美食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婉婷逛着逛着，被一家卤肉饭小摊的香气吸引了过去。老板，来一份卤肉饭。婉婷朝摊主喊道，抬头一看，哇塞，这老板长得可真帅，浓眉大眼，高鼻梁，笑起来还有2个小酒窝，完全就是偶像剧男主角的既视感。好嘞，马上来。老板利落地舀了一勺香喷喷的卤肉，浇在白米饭上，再配上一些腌制的小菜，简简单单却特别诱人。婉婷尝了一口，那个卤肉的味道，杂，简直绝了，又香又嫩，调味恰到好处。老板，你这卤肉饭太好吃了吧？婉婷忍不住赞叹。老板笑了笑，谢谢您的夸奖，这可是我阿嬷传下来的秘方呢。这一笑不要紧，婉婷的心砰砰直跳。这位名叫陈家豪的小吃摊老板，今年32岁，从小跟着奶奶学做卤肉饭。大学毕业后，不想进入职场做一名朝9晚5的上班族，而是选择继承奶奶的手艺，在夜市开了这家小吃摊。那天晚上，婉婷连吃了2碗卤肉饭，借口说是要研究味道，其实就是想多看家豪几眼。临走前，他壮着胆子要了家豪的联系方式，说是以后来台湾还想吃他做的卤肉饭。谁知道家豪也对这个来自大陆的漂亮女孩有好感，两人加了烂，开始了跨海峡的网恋。网恋3个月后，婉婷请了年假，再次去台湾，这次是专程去见家豪的。两人见面后，更加确定了彼此的感情，于是家豪决定带婉婷回家见父母。家豪的家庭条件在当地算是中等，父亲是退休的小学老师，母亲原来在银行上班，现在也退休在家。他们住在高雄郊区的一栋老房子里，虽然不是什么豪宅，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婉婷一进门就感觉到家豪妈妈的不满。哎呀，家豪啊，你怎么找了个大陆妹？家豪妈妈皱着眉头说，我们台湾女孩子不好吗？婉婷心里一阵难受，但她理解台湾一些长辈对大陆可能有些刻板印象。她微笑着说，阿姨好，我是婉婷，很高兴认识您。家豪妈妈看了看婉婷，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你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吗？晚饭的时候，家豪妈妈一直在旁敲侧击地了解婉婷的家庭情况和工作。当听说婉婷是公务员时，她撇了撇嘴，大陆的公务员能赚多少钱啊？家豪虽然只是开小吃摊的，但在台湾夜市做生意，一个月也有7、8万新台币的收入呢。婉婷笑了笑，阿姨，我觉得工作稳定比收入高更重要，而且我喜欢家豪，不是因为他的收入。家豪妈妈哼了一声，现在的年轻人啊，嘴上说的好听，等真正过日子了，就知道钱有多重要了。婉婷和家豪对视一眼，默默地低头吃饭。吃完饭后，家豪妈妈把家豪拉到一边，小声但故意让婉婷听到，儿子啊，你想清楚了没有？大陆妹来台湾不就是为了台湾的户口吗？你看人家公务员在大陆也是铁饭碗，来台湾后能干嘛？肯定是要你养着。婉婷听了心里很难过，但她没有表现出来。她知道两岸之间还存在一些误解，需要时间去化解。第2天，家豪带婉婷去了他的小吃摊，
婉婷发现，虽然只是个小摊位，但嘉豪经营的井井有条，生意非常好，常常是一位难求。最让她感动的是，嘉豪对每一位客人都很热情，对待食材也特别认真，绝不偷工减料。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嘉豪一边准备食材，一边告诉婉婷，就是把我阿嬷的卤肉饭做成连锁品牌，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台湾味道。婉婷眼睛一亮，那太好了啊！你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一定能成功，但是需要不少启动资金。嘉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一直在存钱，但还远远不够，我可以帮你啊。婉婷脱口而出，我这些年工作加上做一些投资，存了一些钱。嘉豪连忙摇头，不行不行，男人怎么能花女人的钱？再说我们还没结婚呢。婉婷笑了，什么思想这么老土？现在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只要是为了共同的未来，投资是没有性别的。接下来的几天，婉婷留在嘉豪家里，主动帮忙做家务，陪嘉豪爸爸下棋，和嘉豪妈妈一起逛菜市场。虽然嘉豪妈妈表面上态度缓和了一些，但还是经常有意无意的拿台湾和大陆做比较，言语中总是透露出对大陆的不屑。婉婷心里难受，但她没有顶嘴，而是更加努力地表现自己。她相信，只要给嘉豪妈妈足够的时间，一定能改变她的看法。假期结束前，婉婷和嘉豪商量好了未来的计划，他们决定先异地恋1年。如果感情依然坚定，就结婚。婉婷可以辞去公务员的工作，申请来台湾定居，和嘉豪一起实现开连锁店的梦想。回到苏州后，婉婷和嘉豪每天视频，感情越来越好。她也开始认真研究两岸的婚姻政策和台湾的创业环境。她发现大陆配偶在台湾创业有不少优惠政策，这让她更加坚定了和嘉豪共同奋斗的决心。但是当婉婷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父母时，遭到了强烈反对。什么？你要辞去公务员的工作，去台湾嫁给一个卖卤肉饭的？婉婷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进体制内而不得吗？你这是要放着金饭碗不要，去捡破饭碗。婉婷爸爸也摇头，女儿啊，你可是研究生毕业，在机关单位工作这么多年，怎么能为了一个认识没多久的台湾男人就放弃自己的事业呢？婉婷据理力争，爸妈，我和嘉豪是认真的，他虽然现在只是开小吃摊，但他有理想有计划，最重要的是为人踏实，对我也特别好。再说了，我去台湾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有共同创业的计划。婉婷妈妈冷笑一声，创业？就凭他那个小摊子，还连锁店呢，真是天方夜谭。看到父母如此反对，婉婷很是难过。她没想到自己的选择会遭到两边家庭的双重质疑。但是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经过1年的异地恋，婉婷和嘉豪的感情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深厚。他们坚定地决定要结婚。婉婷毅然辞去了公务员工作，准备去台湾发展。这个决定在他们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同事都觉得她疯了，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跑去台湾嫁给一个小吃摊老板。丽姐告诉你们，真爱面前，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工作根本不重要。婚礼定在了台湾高雄，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举行。婉婷的父母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婚礼那天，嘉豪妈妈看到婉婷穿着白色婚纱，美丽大方的样子，态度明显软化了很多，但她还是忍不住在宴席上对亲友说，现在大陆女孩都喜欢往台湾跑，还不是看上我们台湾的生活条件好。这话被婉婷的妈妈听到了，当场就不高兴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家婉婷在大陆生活的好好的，工作稳定，收入不菲，谁稀罕你们台湾的条件啊？眼看两家人要吵起来，婉婷和嘉豪赶紧上前调解。婉婷拉着两位妈妈的手说，妈，阿姨，今天是我和嘉豪的大喜日子，别为这些事情生气。我和嘉豪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相爱，不是因为谁的条件好或者不好。嘉豪也说，是啊，妈，婉婷为了我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份感情的分量，您应该能感受到吧？两位妈妈这才勉强和解，婚礼得以顺利进行。婚后，婉婷开始了在台湾的新生活。刚开始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台湾人说话喜欢加拉咧啊这些语气词，还有一些俚语她听不懂。
再比如，台湾人很注重礼节，送礼、问候都有很多讲究。还有就是台湾的饮食习惯偏甜，而他习惯了江南的清淡口味。但是家豪非常体贴，处处照顾他的感受，帮助他融入当地生活。白天，他们一起在夜市摊位忙碌；晚上，他们研究如何扩大生意，实现连锁店的梦想。婉婷发现，家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个小摊主，但他非常精明能干。他懂得如何控制成本，如何改进菜品，如何维护客户关系，这些都是创业必备的素质。而婉婷以前做公务员积累的人脉和办事能力，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婉婷逐渐融入了台湾的生活，她学会了用台湾腔调说话，知道了如何在菜市场砍价，甚至还学会了做一些台湾特色小吃。但是家豪妈妈对她的态度始终不温不火，每次婉婷提出什么建议，她总是说大陆妹懂什么，台湾的事情哪有你们大陆人明白的。婉婷心里很委屈，但她没有放弃，她相信总有一天能让家豪妈妈接受自己。婚后半年，婉婷和家豪开始筹备他们的连锁店计划。婉婷把自己在大陆的积蓄都转了过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们知道吗？现在大陆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工资虽然不算特别高，但福利待遇好啊，再加上各种补贴、奖金，一年下来也是很可观的。更重要的是，婉婷平时很会理财，从工作第1年就开始投资股票和基金，加上这些年苏州房价涨得飞快，她早些年买的一套小公寓，现在价值都翻了好几倍。所以啊，婉婷的存折上可是有好几百万人民币呢。但是婉婷从来没在家豪面前炫耀过自己的财力，她知道家豪有男人的自尊心，不想让他有压力，所以钱转过来后，她也只是含糊地说，我有一些积蓄，咱们可以用来开第1家门店。家豪很感动，但也有些犹豫，这可是你的血汗钱，我怎么能随便用？婉婷笑着说，傻瓜，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分彼此。再说了，我相信你的能力，这笔钱投资在你身上，肯定会有好回报的。就这样，他们租下了高雄市区一个不错的店面，装修一新，正式开了第1家家庭卤肉饭实体店。店名是把2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着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开业那天，生意出奇的好，家豪的老顾客们都来捧场，再加上婉婷在网上做了不少宣传，店里一直排着长队。家豪妈妈也来帮忙了，看到生意这么红火，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不过她还是忍不住说，没想到你们真的开起店来了，还以为就是说说而已。不过开店容易，守店难，能不能长久还得看后面。婉婷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她知道，只有用实际行动才能改变婆婆的看法。第1家店开业后，婉婷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适合做生意。她以前做公务员培养的细心和责任感，在经营店铺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她把店里的账目管理得井井有条，每天的收支清清楚楚。更让人佩服的是，婉婷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商业环境，她主动和周边的商家搞好关系，了解当地的市场行情，还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扩大家庭卤肉饭的知名度。家豪则专注于提升产品质量和顾客体验，他不断改良卤肉饭的配方，还研发了一些新品，比如卤肉饭便当、卤肉饭套餐等，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短短3个月，家庭卤肉饭就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天的营业额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看到生意这么好，婉婷和家豪开始考虑开第2家店。这时，家豪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台北开分店呢？台北的消费能力更强，如果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对我们的品牌发展会有很大帮助。婉婷思考了一下，点头同意，你说的对。与其在高雄开好几家小店，不如直接去台北打开局面。不过台北的房租和人工成本都比高雄高，我们得有足够的资金准备。家豪有些犹豫，我手上的钱可能不太够，要不我们再等等。婉婷笑了，没关系，我还有一些积蓄，足够我们在台北开1家店了。家豪很感动，但也有点不安。婉婷，你已经拿出很多钱了，我怎么好意思再用你的钱？婉婷握住家豪的手，傻瓜，投资自己的老公和我们共同的事业，我觉得是最值得的。我相信你，也相信我们的未来。
就这样，他们在台北东区租下了一个面积不小的店面，装修的比高雄的店还要精致。开业当天，他们特地邀请了一些美食博主来品尝，结果获得了一致好评。不少博主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推荐文章，为家庭卤肉饭带来了不少客流。台北店开业才1个月就已经开始盈利，这让嘉豪和婉婷都惊喜不已，也更加坚定了他们扩大连锁店规模的决心。一天，嘉豪的爸妈突然从高雄来到台北，说是要看看他们的新店。嘉豪妈妈一进店门就被店里的装修和气氛惊到了，哇，这家店也太气派了吧！嘉豪妈妈环顾四周，眼睛都亮了。你们租这样的店面，1个月得花多少钱啊？嘉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好啦，虽然租金不便宜，但是生意好，也能承担得起。嘉豪妈妈坐下来尝了一碗卤肉饭，连连点头，味道比以前在夜市还要好。你们真的进步很多。吃完饭，嘉豪带父母参观了店里的后厨和员工休息室，都布置得干净整洁。嘉豪妈妈不停地赞叹，这让婉婷感到很欣慰，看来婆婆终于开始对他们的事业刮目相看了。晚上，嘉豪父母住在他们家里，婉婷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有台湾菜，也有江苏菜，希望能让公婆感受到她的心意。饭桌上，嘉豪爸爸问起了他们的创业经历，嘉豪如实告诉父母，其实最开始的资金都是婉婷出的，如果不是她，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开了2家店。嘉豪妈妈听了这话，脸色有些变化，啊？婉婷出的钱，她在大陆做公务员能存多少钱啊？婉婷笑而不答，只是说，爸妈，今天尝尝我做的苏州菜，看看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吃完饭，嘉豪去洗碗，婉婷带着公婆在客厅聊天。嘉豪妈妈还是对婉婷的财力很好奇，直接问道，婉婷啊，你到底有多少积蓄啊？能同时开2家这么好的店？婉婷本不想多说，但看到婆婆一脸疑惑，想了想，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她起身去卧室，拿出了自己的存折和一些投资账户的明细。妈，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婉婷把资料递给婆婆。我在大陆时一直有理财的习惯，加上做了一些投资，攒下了一些钱。嘉豪妈妈接过资料，看了一眼，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婉婷的存折上显示的金额，加上投资账户的总值，折合新台币竟然有2000多万，这在台湾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这都是你的钱？嘉豪妈妈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婉婷点点头，是的，这些都是我这些年的积蓄，我爸妈也给了我一些，作为我结婚的礼物。结婚的礼物？这下嘉豪妈妈完全傻眼了。她一直以为大陆女孩嫁到台湾是看中了台湾的生活条件好，没想到婉婷自己就有这么多钱，甚至比很多台湾人都富裕。更让嘉豪妈妈震惊的是，婉婷明明有这么多钱，却从来没有炫耀过，还一直默默地支持嘉豪的事业，帮他实现梦想。想到自己这1年来对婉婷的态度，嘉豪妈妈突然感到无地自容。她一直用有色眼镜看待这个大陆媳妇，总觉得婉婷是为了台湾的生活条件才嫁给嘉豪的，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嘉豪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竟然对着婉婷跪了下去。妈，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婉婷吓了一跳，赶紧去扶婆婆。婉婷，是我错了。嘉豪妈妈哽咽着说，我一直以为你嫁给嘉豪是看中台湾的条件好，没想到你这么有钱，还愿意放弃大陆的工作来台湾支持嘉豪，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时嘉豪从厨房出来，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妈，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跪着了？嘉豪妈妈擦了擦眼泪，对嘉豪说，儿子，你真是有福气，遇到婉婷这样的好女孩，你上辈子积了多少德啊？她不仅人长得好，性格好，还这么有钱，却从来不摆架子，一直默默地支持你。妈之前对她有成见，真是太不应该了。嘉豪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赶紧帮婉婷一起扶起妈妈。妈，您别这样，婉婷嫁给我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们相爱，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打拼。婉婷也说，是啊，妈，我爱嘉豪是因为他这个人，而不是因为其他任何东西。我相信他的能力，相信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嘉豪妈妈泪流满面的点头，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
婉婷，以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我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从那天起，嘉豪妈妈对婉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不仅不再说婉婷的不是，还处处为婉婷着想，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先想着婉婷。嘉豪妈妈还经常向亲友夸耀自己的儿媳妇，我家婉婷可不得了啊！虽然是大陆人，但比很多台湾女孩子都优秀。她不仅长得漂亮，还特别会赚钱，对嘉豪也特别好。婉婷的公公也常说，我儿子真是捡到宝了，娶了个这么好的媳妇，简直是祖坟冒青烟啊！在婉婷和嘉豪的共同努力下，家庭卤肉饭的生意越来越好。2年内，他们在台湾各大城市开了10几家连锁店，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商标，准备进军大陆市场。婉婷的父母看到女儿在台湾过得这么好，也渐渐放下了心中的顾虑。他们每年都会去台湾住上一段时间，和嘉豪的父母也成了好朋友，常常一起打麻将、喝茶聊天，两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3年后，婉婷和嘉豪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两边的老人都乐开了花，争着要帮忙带孙子。嘉豪妈妈更是搬到台北来住，每天变着花样给婉婷做月子餐，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家庭卤肉饭已经成为台湾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年营业额过亿新台币。婉婷和嘉豪也从最初的小夫妻店主，成长为拥有数十家门店的企业家。他们的故事被台湾和大陆的媒体广泛报道，成为两岸婚姻的成功典范。我们丽姐想说的是，爱情是不分地域、不分贫富的。真正的爱情是2个人一起努力，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互相支持，互相成就。台湾和大陆虽然有些文化差异，但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真心相爱，相互尊重，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像婉婷和嘉豪一样，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两岸婚姻也可以幸福美满，事业有成。而对于像嘉豪妈妈这样的长辈来说，放下偏见，真心接纳来自不同地方的儿媳妇或女婿，其实是为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创造更多幸福的可能。很多人对大陆和台湾的印象都停留在过去，以为大陆人都很穷，台湾人都很富有。其实现在两岸的经济发展各有特色，大陆有大陆的优势，台湾有台湾的长处，正是因为这种互补，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在婉婷和嘉豪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更是2个人如何凭借各自的优势，共同创业，实现梦想的过程。婉婷带来了资金和管理经验，嘉豪贡献了技术和对市场的了解，两人携手共进，最终获得了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用刻板印象去看待任何人或任何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魅力，每段关系都值得用心经营。只有放下偏见，真诚相待，才能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温馨感人的两岸爱情故事。如果你们身边也有类似的故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